非有消息，近期有朋友转过来一篇文章，大意是说美国已经23年没有发生空难了。他问这是真的吗？今天来简单聊一聊。美国上一次的严重空难发生在2001年的11月12号，美航的587航班坠毁，导致了265人死亡。但是自从那起事件到现在，美国确实再也没有发生过干线客机的空难事故。美航587事故涉事客机是一架空客 A300-600， 它在空中解体了。事后的调查证明，为了摆脱前机的乱流，副驾驶拼命地反复踩舵，他每次都将舵用到了极限，然后迅速折向另一边。这架大型客机受不了这种折腾，结构受到损毁，从空中掉了下来，还砸死了地面的一些人。从那之后，美国民航加强教育与监管，各航空公司都更加重视标准化培训，这类事故就再也没有发生过。培训当然非常的重要，但它只是一个方面。与上个世纪80、90年代相比，全球的民航其实都变得更加安全了。甚至可以说，现在就是想让一架波音或者空客掉下来，也是相当的不容易。那么这其中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呢？波音与空客的努力当然是首要因素。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，这两家顶尖公司互相竞争，谁也不敢在产品设计上出现任何的纰漏。虽说小毛病多如牛毛，隔三差五的就发一个适航指令，但其中灾难性的瑕疵，例如像彗星飞机那样的知识性错误已经没有了。这其中要谈一谈波音737 MAX。737 MAX 8在印尼和埃塞俄比亚导致了346人死亡，许多人至今都认为完全是波音的设计缺陷，但这个观点并没有得到业界的认同。因为从逻辑上说，飞行员当时可以取消自动俯冲。两起空难的调查中也发现，飞行员对 MAX 系统很陌生，在机头爬升过程中出现异常情况时经验不足，手足无措，航司忽略了对飞行员的必要培训。不过这也与波音没有如实报告飞机设计变更有关。有朋友问，这两次严重空难如果发生在美国，是不是能够化险为夷呢？这种假设性的问题其实不好回答。但是2009年美国发生了哈德逊河奇迹，两位飞行员在客机丧失全部动力的情况下，全员无损的安全降落，这体现了美国飞行员的高水平。这也是美国23年没有严重空难的重要保障。另一个重要保障当然来自于发动机公司。美国通用、美国普惠、美法赛风和英国罗罗这4家公司你追我赶，制造出了越来越优秀的航空发动机。现在他们的一些发动机已经可以1000万小时无故障，好几种双发客机被允许在6小时之内不必考虑备降场。所以说发动机质量是民航安全性提升的重要工程。美国航司23年来没有发生重大空难，与良好的企业管理水平和社会环境也密不可分。美国的大型企业注重企业文化建设，员工的薪水高，烦心事相对较少。美国工会代表工人与资本家斗争，怨气可以得到释放。美国的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相对规范，投资者的利益比较有保障，很少有民航从业人员搞破坏或者走极端。一架优秀的飞机需要有可靠的动力，需要厂商的精良制作，需要机务人员认真的维护，需要高水平的机组合理使用。人机料法环测如果都做得比较好的话，23年没有发生空难，经验或许也可以供大家参考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